欢迎收听，今天是2026年2月14日，星期六。我们今天要来深入聊聊的是您提供的一系列关于太空探索的文章，而且主题全都围绕着一个听起来很科幻，但好像越来越真实的概念：如何在月球上就地取材。我们手上的资料，时间跨度还蛮有趣的，从2025年的一些回顾，一直到昨天才刚发布的热腾腾的最新消息，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像在拼一张未来的蓝图。没错，第一块拼图是关于怎么在月球上找材料，就是实地勘探。但光找到还不够，接下来的资料就是关于如何加工这些材料。这一步听起来就更难了。我们会一起看看科学家们怎么一步步实现所谓的原地资源利用，也就是 ISRU。对，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太空探索最大的瓶颈一直都是成本。你要把所有东西都从地球带上去，那个成本是天文数字，每多1公斤都很贵。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办法在月球上用月球的土就做出氧气、水，甚至盖房子的材料，那就不只是省钱而已。它是彻底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这代表我们从只能短期拜访的观光客，变成可以建立永续基地的居民了。这个是人类要往火星甚至更远的地方走一个必要的基石。好的，那我们就从第一块拼图开始。您分享的 Aerospace America 这篇文章，把2025年称作是这个领域的丰收年 Banner Year， 对，里面提到了几项关键任务。首先是2025年2月的 IM-2 任务，一个叫做 Prime One 的探测器组合登陆月球，上面有 Honeybee Robotics 公司的 Trident 砖头，还有一个 NASA 开发的质谱仪叫 MSOLO。不过这里有个非常好笑的细节，就是它的着陆过程并不顺利。文章用了一个很委婉的词，叫非标称着陆 Off nominal landing。 说白了就是登陆器翻倒了。我可以想象任务中心当时那个气氛应该是心脏停了半拍吧。绝对是，但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任务居然不算完全失败。大家可能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萤幕上跳出数据，那个 Trident 钻头开机了。虽然它倒在那边根本碰不到月球表面，但它成功执行了所有预定的指令。等等，像是什么指令？像是解开发射锁，把机械臂伸出来，旋转敲击砖头。他就像一个倒在地上的拳击手，还举起手跟裁判说：“我还能打。”可是等一下，对于我们这种不太懂航太任务的听众来说，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像在硬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结果他连土都没碰到，他们要怎么说服大家说这也算成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关键在于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技术验证。技术验证，对，他们要证明这套仪器，就是那个砖头跟 MSOLO 质谱仪，能够承受发射的剧烈震动、太空的极端环境，还有登陆的冲击，然后还能正常开机运作。这就让他们达到了一个黄金标准，叫做飞行状态。飞行状态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它到底有多重要？光是这一点在技术上就超关键的。这等于是说，这套设备已经通过了最严苛的毕业考了。毕业考。对，未来任何一个需要钻探或气体分析的月球任务，都可以直接把这个已经毕业的设计图拿去用，把它放上火箭，就不用再花好几年跟好几百万美金从头再来一次。所以虽然没钻到图很可惜啦，但这次成功的失败其实是为后来的任务省下了数不清的时间跟金钱。我懂了，所以这是一次代价很高但非常有价值的实战演习。那演习完了，真正的成功呢？很快就来了，就在下一个月，2025年3月，Firefly Aerospace 公司的蓝幽灵任务也用了 Honeybee 公司的技术，这次就完美成功了。一个叫月种行星真空吸尘器的设备，成功吸起了大概10克的月球风化层，也就是月球土壤。另一个更厉害的气动砖头 Lister 也成功钻到月球表面下1公尺深的地方。所以从翻倒的登陆器到成功的吸尘器
2025年，我们等于在月球上证明了，我们真的有能力挖到宝藏。没错。好啊，那既然材料找到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它变成我们要的东西。您分享的文章都特别关注一种资源——氧气，而一个叫 CARDI 的计划，好像就是这一切的核心。这个碳热还原展示计划，名字听起来，有点复杂，可以帮我们讲的白话一点吗？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月球炼金术。炼金术。对，这个技术其实在地球上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炼钢，它的原理很简单。月球的土壤里面有很多金属氧化物，像是二氧化硅、氧化铁这些。你只要把这些土跟一些碳一起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那个碳就会像个小强盗，把氧原子从金属那边抢过来。抢过来？对，抢过来之后，它们就结合变成一氧化碳气体跑掉，那剩下的就是不含氧的金属了。听起来很神奇。您分享的一份2023年 NASA 文章就说他们成功了，首次在真空环境中从模拟的月球土壤里真的提取出氧气。他们当时是用高功率雷射来加热。没错，那次实验的关键就是要证明这个化学反应真的发生了。他们要找的证据就是那个被抢走的氧跟碳结合之后产生的一氧化碳啊，所以他们要侦测到一氧化碳。对，而他们用来侦测的工具就是我们前面在 IM-2 任务上提到的那个 MSOLO 质谱仪。所以 MSOL 就是那个分子嗅探权嘛，对不对？用来闻闻看现场到底产生了什么气体。就是这个意思。当 MSOL 在反应炉里成功闻到了一氧化碳，那就等于是铁证如山，证明他们的炼金术成功了，氧气真的被从土壤里分离出来了。那我想问一下，他们侦测到的是一氧化碳，不是直接侦测到氧气，这中间还有什么步骤吗？有的，一氧化碳是第一步的产物，接下来还有另一个系统可以把一氧化碳，也就是 CO， 再分解成碳 C 和纯的氧气 O2。那个碳可以回收再利用，继续去抢下一批土里的氧，而氧气就是我们最终想要的产品。所以侦测到一氧化碳，就代表整个流程最关键的第一步已经打通了。这项技术的潜力有多大？文章引述 NASA高级工程师 Aaron Pass 的话说，他有潜力每年在月球表面产生数倍于其自身重量的氧气。等一下，一台机器每年产生的氧气比它自己的重量还重好几倍，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听起来确实很夸张，但这就是就地取材的威力。机器本身它只是一个加工厂，原料是源源不绝的月球土壤。对。这就像在沙漠里放一台海水淡化机，只要有能源，它产出的淡水总重量当然远远超过机器本身的重量啊。这对太空任务来说是革命性的。氧气不只拿来呼吸，它更是火箭推进剂的关键成分。这等于是在月球上开了一座加油站。用雷射在实验室里成功是一回事，但在月球上电力非常宝贵，所以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有没有更永续、更就地取材的能源？问到重点了。您分享的昨天那则新闻好像就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完全正确。昨天，也就是2026年2月13日发布的文章，就是 CRD 计划的下一个里程碑。他们成功的用集中的太阳光取代了那个高耗能的雷射。哇，用太阳光？对，这是一次整合原型测试。重点就在系统整合这4个字。什么是系统整合？听起来像是把所有零件组装起来而已。比那个复杂多了。这次测试是把 NASA 格伦研究中心的太阳能聚光器、精密镜面，跟 Sierra Space 公司开发的反应炉，还有甘乃蒂太空中心的航空电子设备和软体，全部串联起来。这就像指挥一整个交响乐团，而不是只测试一把小提琴。你必须确保聚光器能追踪太阳，镜面能精准地把光线聚焦到一个小小的反应炉入口，然后反应炉要能在高温下稳定运作，同时所有软体都要能完美协调。他们证明了整套系统可以利用月球上最丰富的免费能源——阳光
来稳定的产生一氧化碳。用太阳能取代雷射，这听起来很直观。毕竟月球上阳光很充足，但背后的工程挑战肯定不小的。要把阳光精准地聚焦到一个小点上，还要考虑月球尘埃、巨大的温差，这道系统的稳定性。这正是这次地球测试的价值所在。他们在一个巨大的真空室里模拟月球环境，就是要找出并解决这些问题。原来如此，解决掉，未来送上月球的系统才会可靠。而且文章还提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说这套系统还能用在火星上吗？是的，这可以说是一项买一送一的技术。火星的大气95%都是二氧化碳 CO2 对。未来我们只需要稍微改造一下这套系统的后端，就可以用它来把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和甲烷。氧气可以呼吸，甲烷是另一种关键的火箭燃料。所以这项在月球上验证的技术，很可能直接成为我们未来探索火星的入场券。好的，我们今天从2025年那个翻岛的登陆器聊到现在这个在地球上用太阳能点燃的月球炼金炉。当您把这些线索拼凑在一起时，最终呈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那个景象就是我们正在一步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太空基础设施。其实 Aerospace America 那篇文章还有个重点，就是在2025年7月有研究展示了利用类似的碳热还原法，可以从模拟土壤中高效地生产出金属和类金属。等等，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氧气原本是我们想要的产品，而剩下的那些脱氧吼的物质，在过去可能被当作废料。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制造氧气，副产品竟然是金属，对。这听起来像是我们去月球开矿，结果顺便解决了呼吸问题。你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些金属不用从地球辛苦地运上去，你可以直接用它们来 3D 列印工具、维修零件，甚至是栖息地的结构梁。哇哦！这就让月球基地从一个需要地球不断补给的露营地，真正开始有潜力变成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村庄。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在地循环系统，一个过程的副产品变成下一个过程的原料。NASA 的文章用了一个很科幻的词，月球经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听起来像是我们会在月球上用信用卡购物一样。倒不是那个意思啦，它的核心是从完全依赖地球，转变为一个能够自我维持并创造价值的基地。你想象一下哦，如果一个月球基地，它利用太阳能生产出多余的氧气或水，它可以卖给其他后来的国家或私人企业的任务，帮他们的火箭补充燃料。变成一个补给站。对，如果它可以 3D 列印出一个其他登陆器坏掉的零件，这就是维修服务，这就是经济的雏形。一个价值交换的网络开始在月球上形成，不再是一条单向的从地球到月球的昂贵补给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您分享的资料提到，像脚架牙理工学院在2025年也成立了专门的太空研究所，这代表学术界和产业界都看到这个潜力了。完全正确，这不再只是 NASA 或是其他国家航太总署的游戏。当在月球上生产资源的成本低于从地球运送的成本时，商业机会就出现了，这会吸引私人企业投入，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系。好的，我们今天从那个翻岛的登陆器学到了宝贵经验，一路聊到在月球上成功钻探采样，再到昨天刚确认的在地球上用太阳能从模拟月壤中制氧的原型机。如果要把这一切串起来，您认为最重要的核心讯息是什么？核心讯息是，当你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看，它就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任务报告了，它描绘出了一条非常清晰的路径。从学会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摔倒但依然能站起来，到成功挖到第一勺土，再到现在我们在地球上点燃了第一个用太阳当燃料的月球炼金炉，在太空中就地取材这个概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科幻理论转变为扎扎实实的工程进度表。最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也许可以留给大家思考一下。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文章都集中于提取氧气和金属这些很实用的资源。
主要是为了支持人类生存和基础建设。但是，当我们的提取技术变得非常高效，开始产生大量副产品，也就是那些经过处理、脱氧的纯净金属和 C， 那会发生什么事？未来，人类在地球外的第一项大规模制造业，会不会不是建造栖息地，而是利用这些在月球无重力、高真空环境下提炼出来的，我们在地球上难以轻易制造的超纯材料，来创造全新的食物？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